这集的内容有多精彩，看标题就知道了。45年后，来自未来的我，45年后的大雄跟现在的大雄相遇了，他们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？大雄又被老师训了，他经常忘记把学校发的通知带回家。老师教育他，这样以后是没法成为一个好男人的。这话点醒了大雄，他走出校门后就决定要从今天开始重生，要让自己以后成为被人尊敬的大人。但紧接着胖虎和小夫就泼了他一盆冷水，因为大雄这样间接性的踌躇满志已经很多次了。偏偏这时大雄还目睹了静香给出木山擦汗的画面。虽然他早已知道静香以后会跟自己结婚，但自己真的能做一个配得上静香的好男人吗？大雄回到家后第一时间就想把通知单给妈妈，不过妈妈正在午睡，他想找哆啦 A 梦确认一下自己长大后是什么样，却发现自己房间好像来了客人，妈妈为他准备了蛋糕，也不知道被谁吃掉了。大雄出门后迎面遇见了哆啦 A 梦，他以为蛋糕是哆啦 A 梦吃的，但哆啦 A 梦很肯定地说蛋糕就是大雄吃的。哆啦 A 梦似乎还有什么情况想告诉他，不过大雄已经气呼呼地走了。每当这种时候，大雄就会想躲到自己的秘密基地去，可没想到已经有个大叔躺在这里了。大叔不仅知道这个地方，还知道大雄的名字，原来他就是45年后的大雄。这时哆啦 A 梦赶了过来，他去了22世纪买了道具交换绳索，原来是中年大雄想跟大雄换一下身体，重温一下自己精彩的童年。大雄觉得自己的童年没啥好的，又被小伙伴嫌弃，喜欢的女孩也有更优秀的男生，他想着也许变成大人也不错，索性就跟中年大雄换了。于是两人就通过道具互换了身体，身体变年轻了的中年大雄非常欢快，他高兴的在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这儿看看那看看，好久没来的空地竟然有这么大，车站还是记忆中的老样子。这时他们遇见了老师，中年大雄立即上前给老师深深鞠了个躬，并说：老师好久不见，您的教导之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。老师还以为是自己放学的时候训话说的太重了，中年大雄甚至让老师今后给他布置山一样多的作业，大雄赶紧过去阻止他。老师以为他是大雄的叔叔，还朝他鞠了一躬。大雄很想知道中年大雄过的是怎样的人生，但他又很害怕知道结果。这时小夫和胖虎因为缺人来找大雄加入他们打棒球，两个大雄很愉快的就答应了。不过当然只有中年大雄可以上场了，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，大雄打球的技术竟然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能把自己打成一条麻花也是一门技术啊。大雄等得有些无聊，就准备四处溜达一下。哆啦 A 梦提醒他不要走太远，不过大雄还是渐渐的越走越远了。有了大人的身体，以前没去过的地方他都想去走一走。大雄看见了从来没见过的河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花，还有锻炼的陌生人主动和他打招呼。前面还有一大群钓鱼爱好者聚集在一起，另一边是一群摄影爱好者在观察翠鸟，听说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翠鸟捕鱼呢。大雄感叹道：这鸟真漂亮，跟哆啦 A 梦的颜色一样，原来大人的世界是这样的。大雄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就到了隔壁镇，他已经不知道回去的路了。另一边，哆啦 A 梦察觉到大雄离开的有些久了，他放心不下，于是打算去找一找，但到处也没看见大雄的身影，他只好拿出寻人手杖，不知道这道具是故障了还是咋回事，每次都指出两个方向。哆啦 A 梦只好快速朝着手杖每次指的第一个方向前进，要问他为什么这么走，因为主蜻蜓坏了。大雄遇见了一个迷路的小女孩，虽然他自己现在也迷路了，但他无法放任这个小女孩一个人不管，于是便帮她找家。话是这么说，但他完全不知道这是哪里。前面还有卖酒的大叔邀请他喝酒，大雄直接憨憨地说自己还是小学生，不能喝。大叔以为他在开玩笑呢。找不到小女孩的家，大雄只好陪她玩了起来。幸好后来女孩的妈妈找了过来，他感谢了大雄后就把女孩带回家了，这下又剩大雄自己一个人了。另一边，中年大雄还沉浸在打棒球的快乐中，现在他们队只要接住最后一球就赢了。胖虎在内心祈祷着对手不要把球扔向大雄，但球还是向大雄飞去了。没想到中年大雄竟然笑嘻嘻的接住了球，可大家还没来得及高兴呢，他就一脚被石头绊倒了，比赛输了。胖虎和小夫狠狠把他揍了一顿，即使满脸伤痕，但中年大雄依旧觉得很高兴。他握着这两个儿时伙伴的手，语重心长的请他们继续保持这份活力。中年大雄很感谢这两个伙伴陪伴了自己。夕阳西下，哆啦 A 梦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他终于找到了大雄，但寻人手杖带他找到的是中年大雄。哆啦 A 梦这才意识到这里有两个大雄，他应该跟手杖说去找现在的大雄。这时他们遇见了静香，中年大雄看见了小时候的静香，非常高兴，感叹地说：既然这么年轻漂亮。
他还胡言乱语地跟静香说，他们的儿子熊柱已经成家立业了，今天去月球上度蜜月了，结婚典礼都是熊柱自己搞定的呢。静香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哆啦 A 梦赶紧把中年大雄拉走了。他扛起这个大熊，又继续寻找另一个大熊。哆啦 A 梦可真不容易啊！走了一天的大熊看见了许多没见过的风景，这条一直蜿蜒向前延伸的河给了他很大的启发。大熊想着，也许自己的人生也像这条河一样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了翠鸟捕鱼，大熊高兴地欢呼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哆啦 A 梦也找到了他，哆啦 A 梦都快担心死了，还以为他在哪里哭鼻子了呢。不过大熊有了这副身体，感觉什么都能做了，这让他原先沉重的心情舒服了不少。中年大熊告诉大熊，今天他们的儿子熊柱结婚了。送儿子儿媳出门后，他就突然非常想见见儿时的伙伴们，所以才突然来到了这里，提出这样的请求。这一天下来，他十分开心，也很满足。大熊邀请中年大熊回家吃晚饭，反正都是他们的家。他们一回家，大熊妈就把中年大熊拉过去训话了。他看着眼前年轻的妈妈，感觉十分幸福。他还想给妈妈捶捶背。这时爸爸也回来了，中年大熊高兴地扑进爸爸怀里。晚上他给爸爸搓澡，才发现原来爸爸的背这么宽厚啊！此时他已经忍不住有些哽咽了。中年大熊好久没吃到妈妈做的饭了，这是大熊最喜欢的炸鸡块，他吃了一口就忍不住要流下眼泪。哆啦 A 梦就故意摔倒，逗笑了大家，而大熊则是自己在房间里吃泡面。他看着窗外的月光，联想到自己儿子却度蜜月了，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啊！饭后，中年大熊还跟大家一起翻看了家庭相册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很晚，大家要睡觉了。中年大熊也该回去了，他很感谢哆啦 A 梦帮他这个忙，让他可以再次重温童年的快乐。随后两个大熊就把身体互换了回来。走之前，中年大熊还语重心长地开导了大熊，因为大熊对自己很没有信心，但长大后是什么样子，只能由自己去确认。其实生活也没有那么艰难，虽然有时候确实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，但人生百味还是要由自己去体会。对于生活而言是没有优劣胜败之分的，什么样的人生是最美好的呢？这是没有定义的，因此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全力以赴。中年大熊还告诉大熊，虽然以后他会遇见很多挫折，有时甚至还会遭遇无法翻身的痛苦，但不管多少次，他每一次都能自己站起来，站起来之后他就会更加强大，生活也会慢慢变好。大熊听完了这些话，顿时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了，也有了能从困难中站起来的那份坚韧，因为未来的自己让他明白自己以后是一个可靠的男人。大熊会变得越来越强大，生活也会越来越好。中年大熊回去后，大熊带着这份鼓舞，更加有活力的生活下去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想过45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